比特币暴跌过后，该如何看待盘面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呢，我们有谈到，如果我们从上面这个箱体下破的话呢，那么我们下面箱体的下缘啊，很有可能就是这轮下跌的目标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所说的状况啊。如果我们从这个箱体下破25000，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位。那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下破我们上方的箱体过后呢，我们就非常精确的达到了25000。那么在 Bybit 上面合约的价格呢，是达到了差针比较深哦，有到24000多左右。那如果我们根据 Coinbase 的价格呢，是25200多，跟我们所说的25000呢，就只有一点点的差距。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3天前所发的影片。那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呢，我们也有很明确的谈到啊，像我们在3天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谈论过，如果这个箱体是派发的情况。那2天前呢，我们有复盘了比特币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的波动已经来到了历史的很低很低的水准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出现大行情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当前的盘面，其实我们现在呢，这波下跌过后啊，已经完全改变了比特币在日线级别的趋势。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把这条趋势线给画出来啊。这条趋势线，我们自从这波上涨的起点啊，也就是大概在16000左右，16000多左右呢，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每次回调的低点呢，它都会完美的在趋势线上面有产生一定反弹支撑的效果。不过，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下破这条趋势线了。那如果我们还有多头走势的话，趋势线是不会被跌破的。那么多头走势当中呢，一定画得出上升的趋势线哦。好，那现在破了，我们就可以显示我们多头的走势呢，在日线上已经消失了。再来，我们可以打开均线，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我们在日线上的指数均线呢，它也呈现空头走势，也就是短期的均线在下，长期的均线在上。所以从趋势线来看呢，我们都已经走成空头走势了，在日线上，而且我们也下破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位，也就是大概在28000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28500啊，前期它都有产生一定的阻力，那么我们随后呢，它是有产生支撑效果的。它下破了，我们就可以表示这个很明确的互换啊，已经完全守不住了。所以，我们从上述这3个理由呢，我们都可以辨别，比特币在日线上呢已经走成空头，原本的多头呢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把比特币它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它所产生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呢，我们都把它给标示出来。像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点，比特币在走多头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创造 higher high， 不断的创造 higher low。那我们当前啊，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行情呢，把这个点给跌破了，这个点如果精确来说，大概是在24750美金左右，24750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那么我们按照震荡高低点啊，这个高低点啊所形成的多头趋势判断呢，它也会完全不成立。那目前呢，其实我们昨天插针的最低点啊，也已经离这个价位非常非常接近了。那当我们的日线级别转变趋势的时候，也就是由原本的多头或是震荡转变成现在的空头呢，我们就应该转换一下做单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们把原本多头的逢低多呢，现在要改成是逢高空，逢高做空，或者说等着在高的地方做空，才是比较适恰的选择。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把图表呢切到小一点级别，我们来看一下小级别还有什么机会啊？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操作好了。我个人当然是不可能持有多单的。我们在前面你可以发现，空头的走势是非常强劲的，而且我们可以结合很多项数据呢，技术都可以知道，当前就是在走空头，所以我的多单其实早就走掉了。那么空单呢，我个人是没有开出来啊，因为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它的量能表现并不是太明显，
那昨天下跌的时候，我昨天也是比较早就睡了，所以我昨天它下跌的时候，至少在28,500到27,000的这段时间呢，我是都没有看着盘面的，那就失去了最好的上车机会啊。这段利润也是很大的。如果你是从比较上面这个地方，比如说震荡，或者说你已经下破了，哪怕已经下破了第一次之后呢，我们开始做空都可以有10多%的利润，都可以有10出头%的利润了。那即使拿到现在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有6、7%。那再加上合约有杠杆的话呢，就可以产生很大段的利润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现在持有空单的朋友呢，我们应该怎么做选择？其实我们上方有震荡区，对不对？震荡区呢就会形成我们如果说在往上测试的话，它就会形成空头的堡垒，也就是第一个堡垒呢，就是我们在上方这个震荡区那第二个堡垒就是我们下方换一个区间震荡过后呢，所形成的互换。那目前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大概在28,600这个地方，如果你持有的空单是在28,600的上方的话呢，那我会认为你可以非常安心的拿着，就可以吃到我们一波的空头趋势，直到真的出现了比较看涨或者说空头比较危险信号的时候呢，再把它给平仓。那如果说你的价位可能稍微差一点，也就是你是昨天晚上的时候看到然后才开的，那这个位置大概会在27,800以上。27,800以上的话呢，其实它也是在我们最大这根空头量能柱的上方。所以我会认为我们现在的价位呢分成两个地方，第一个价位就是在28,600上方开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开就比较早了，就是在我们这波下跌之前就已经开出来的。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是肯定要死死拿住的。那我们在27,800以上所开出来的空单呢，其实我也会认为应该拿住，因为我们在最大根的这根下跌的 K 线的上面，那如果会走成趋势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拿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我们在下方这个价位呢，它的危险程度肯定比我们在上方这个价位来的要高。那对于现在没有空单的朋友呢，就像我来说，我没有做到空单的话，其实我会等待机会，等待比如说它有反弹到27,800的这种机会，或者说它有反弹到28,600的这种机会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一个蛮好的我们可以补做空的地方。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其实也不一定要强求了，因为如果说我们等不到好的价位的话，那就会对我们的仓位造成很大的风险。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